五种蓝鸟有趣的行为。常见的3种蓝鸟。对于蓝鸟，不乏有趣、少为人知的行为。首先说，蓝鸟最知名可爱的行为，它会逐一检视每个蛙声，最后挑选一个满意的。他选一个最重的豆荚，类似人类在市场买食物一样。从豆荚的重量感知花生的品质的好坏，剔除过度烘焙或生长不良而萎缩的花生。蓝鸟也不喜欢有裂开或有破洞的豆荚。它会把豆荚藏在土里或树上，数周或数月后再吃。有破损的豆荚容易发霉，因此蓝鸟很难下定决心要挑选哪一个。我们欣赏一下这只蓝鸟把不喜欢的豆荚试图整齐排放在树干上。另一个经常看到蓝鸟的奇特行为是上下跳动身体，很少人知道原因。公鸟和母鸟都会这样做，通常伴随着叫声，就像吱吱作响的门栓。另一种只有母鸟会叫的声音，很像是波浪鼓。嗨到兴奋处，会在栖息的树枝上跳跃。我猜，他表示我是认真的。宣示地盘和求偶。母鸟在场时，公鸟用这肢体语言吸引母蓝鸟观看。只有单一对象时，更显激情。在鸟的世界里，公鸟激情跳动，代表它是最好的伴侣。一只充满雄性激素的公鸟会捍卫自己的地盘，并提供育雏的好场所。在我们看来，蓝鸟古迹的行为实际上是寓意非凡。蓝鸟更喜欢在住家后院筑巢，是有其秘密的。一对蓝鸟忙着收集树枝和草根筑巢。有些筑巢材料很有趣，是人造的，像绳索、细线之类。蓝鸟偏好白色的。其实我第一次是从其他鸟类看到鸟收集人造材料。都市的蓝鸟较常使用人造材料，远离市区的蓝鸟使用白色树皮。蓝鸟大多在完成筑巢才开始使用白色材料，可能是用来打破鸟巢的轮廓，避免掠食者发现。因此，当你发现蓝鸟这样做时，它正在
装点它的鸟巢。蓝鸟喜欢带壳的花生，它们一次可以带走2至3个花生，一个塞在喉囊，然后用鸟喙夹着其他的花生，是非常聪明的鸟。带有小梗的花生，蓝鸟不喜欢。会努力拔掉才带走。第一次看到的是一只蓝鸟，它一定要把花生梗拔掉才带走。我也看过其他蓝鸟这样做，不是所有蓝鸟都是这样。可能是因为花生梗会卡到喉咙，或妨碍飞行和储藏。我确认，聪明的蓝鸟这样做一定有其原因。鸟类通常公鸟较具攻击性，母蓝鸟却很活泼。母蓝鸟遇到其他鸟侵犯它的地盘，也会做出有趣的行为。首先，它会膨胀它的羽毛，让它看起来更大只，然后用力啄地面或树干。这种行为并不是在寻找或掩藏食物。我们可以断言，只有部分母鸟会这样做。通常发生在非伴侣的公鸟闯入时。通常，公鸟体型比母鸟大，有时候体型大很多，因此母鸟难与公鸟抗衡。因此，遇到公鸟闯入，解决之道就是膨大自己，和啄地面和树干来恐吓，和人类一样，发出恐吓，胜于打出拳头。蓝鸟的行为最具卡通的趣味，观赏它们的行为很是疗愈。看它们为了过冬收集榛树果实，完美的平衡，真是赏心悦目。谢谢您的观赏，请多指教。